一顆卵子的重量 3.5 微克，5000萬美元現金的重量 2.5 噸。景田在蒙太奇拉古纳海灘的電話裡向我要的是後者，抵押的是前者。他去那裡是為了取卵，代孕的孩子預計2027年出生，快一點的話還能屬馬，這是他主動提的。到了診所，他說沒有5000萬，不取。蒙太奇拉古纳海灘在海牙上，底下是太平洋，那一層包下來30天100萬美元，為了他的隱私，他住了8天就走了。剩下的22天，酒店的清潔工每天照常上去。是我的助理講的，他去交鑰匙的时候撞見過一次，一個墨西哥女人推着車一間一間進，換毛巾，擦台面，把被角掖好，退出來把门帶上。做完一整层2個小時，助理問他沒人住為什麼還要做，他說登記上寫着有人一做失去皇後的凡爾賽宮。我突然意識到景田喜歡這個，景田喜歡一個地方因為它而空着，什麼都不發生。與蒙太奇拉古纳海灘一起空置的還有一架灣流 G700， 尷尬的停在 One News， 機組每天照常報道。第8天他打了那個電話之後，沒有人再見過他。2007年已經有人替他燒錢了，那年我剛進北大，當然燒錢的不是我。 QQ 彈出一個窗口，代言人是他，就在那台联想 IBM 的老機器上，分辨率糊得很。我把圖片存下來了。我在1年房租1000塊的北大宿舍上網，在校內網上找到他，發了好友申請。校內網要填一句留言，我寫了刪了寫，弄了大概40分鐘，最後發出去一句你好。他沒有通過，他也許根本沒用過校內網。後來這些年，我做每一件事的時候都在想一個問題，到了什麼程度他會通過。第一個10億的時候我想過，100億的時候我想過，後來我不想了，人人網早就倒閉了，我沒有再申請第2次。2011年北京冷，我買了一件羽绒服150塊，我記得這個價格，因為我猶豫了3天。同一年他拍了一部1億5千萬的電影《戰國》，孫紅雷、吳鎮宇、金喜善、宗景貴一、姜武就像19年後的蒙太奇拉古納海灘與灣流 G700 一樣被請來做了陪襯。他們不知道自己為什麼出現在這裡，來都來了，總得發生些什麼，但是什麼都沒有發生。再後來是1億5千萬美元的長城，張藝謀、劉德華、馬特、達蒙，再後來是成龍。景田宇宙的名單越來越長。我那時已經在美國了，讀書創業越來越忙，唯一沒變的是每換一台設備，無論多麻煩，我都把那張 QQ 圖片導過去。19年後，名單上加了我，瑰麗酒店我們見了第一面。我一直以為見到他那天我會緊張，我沒有。他比照片上瘦，穿得很隨意，靠在沙發上，我看着他，忽然想不起來我等的到底是什麼。我帶他去看卡特蘭的香蕉，他看了很久，問我這個多少錢，620萬美元。他說那他爛了怎麼辦？我沉默了。他說不管了，我們去看電影吧。我說好。他說放映廳裡除了我們2個不能有任何人。我說好。我出去打了個電話，回來的時候他還站在那根香蕉前面。那部電影是《瘋狂動物城2》，2個人的放映廳，這種場景一般用於中宣部審片。我讓助理把電影院所有的座位都買下來。我看過批判刷假票房的文章，說票買光了只有2個人看。現在我明白了，也許不全是為了票房，把座位全買下來不難，麻煩的是已經賣出去的票。助理和保鏢提前到影院门口，遇到買了票的觀眾，把現金遞過去。一對帶孩子的夫妻來了，孩子已經在门口高高舉着爆米花，助理遞上一沓錢，孩子不懂為什麼不能進去，大人接過錢道謝，什麼也沒問，走了。那天領錢的有26個人，
看完他把微信头像換成了朱迪警官。晚上我用手揉他的奶子，被他推开了。我以為他不願意，我把手收回来，準備說點什麼。他沒說話，他坐起來，從包裡翻出一個小袋子，拉開，裡面一排東西，像一套很小的工具。他說：“你的指甲扎得我痛。”我看了一眼，我一直是拿指甲刀隨便剪2下，邊上是尖的，平時不覺得。他說：“過來。”他把我的手放在他腿上，一根一根磨，先是粗的那一面，磨完換一面，再換一面，磨一會兒舉起來對着燈看看，再接着磨。我說：“這個要磨多久？”他說：“磨到不刮人為止，10個手指。”他花了快1個小時，中間他教我這一面磨形狀，這一面拋光，最後一面不要來回蹭，要順着一個方向。我說好，磨完他把我的手翻過來看了看，摸了一下，他說行了，摸吧，想摸哪都行。中間他说過一句話，他说要是以後我不在了，就再沒有人給你刨指甲了。我笑了一下，沒說話。認識他3個月的時候，我讓人做了一份東西，他那些年的項目、合作方、公司股權、景國慶、田心愛，所有的幾個關聯賬戶，北京租的房，上海買的房，還有一些別的，1周就做完了，一共40幾頁，還有些男男女女的事情，我覺得這是最不重要的。裡面有一些事兒他後來跟我講過，講的和上面寫的不太一樣，我沒有說。有一些事他一直沒講，我也沒有問，我全部相信他說的。那份東西我留着，一直留到現在，但是我一個字也不信。他說香港人太多會被認出來，我們出去走走。我說好。他在地圖上指了一下特納里費，我說好。我出去打了個電話，回來才知道那個地方位於非洲西北海岸外的大西洋上。第二天中午，我們一行30個人出發了。AI30在機場等着。飛機的臥室裡，他問我的名字好聽嗎？我說好聽。他說我爸爸的姓和我媽媽的姓拼在一起的，是不是很巧？我說我第一天就記住了。他抱着我說以後別叫我景甜了，叫我媽媽吧。好，媽媽落地以後，機長過來告訴我，老闆，島上一開始不讓降，他們沒見過這麼大的私人飛機。島上規矩一樣，周圍不能有人，助理去處理了。沒有人問為什麼，這次我沒問多少人。麗茲卡爾頓正對着大西洋，落地窗太大，他睡覺不能有一絲光。助理用黑膠帶把整個房間貼起來，外面亮如白晝，裡面黑得像禁閉室，膠帶一曬就掉，每天要重貼。助理一共11個人，早上6點半到，等我們睡了才走。貼膠帶的是2個女孩，一個負責窗框，一個負責空調和插座的指示燈，貼完再檢查3遍。膠帶買了30卷，後來又補了20卷。他們發現下午3點以後貼的最容易掉，因為那時候玻璃最燙，後來改成早上貼。這件事沒有人教他們，是他們自己試出來的。他們互相之間會討論，像討論一項工藝。他知道那2個女孩叫什麼，我不知道。我們在泰德公園的公路邊停下看日落，助理從車上搬下來玫瑰花，開了香檳。媽媽看着雲海說，好美，不過不如青海德令哈的日落。我是青海人，我沒有說夜晚我們在山頂看星星，穿着棉襖還是冷。媽媽說許個願吧。我問你許了什麼？媽媽說不告訴你。媽媽說太美了，但就是太冷了，我們去馬爾代夫好不好？我說好吧。特納里費零下15度，馬爾代夫27度，直線距離9500公里，飛11個小時。不過馬爾代夫的機場太小了，我們寬體客機中途得換成小飛機。媽媽說小飛機聲音好吵，還是大飛機好。去馬爾代夫的飛機臥室裡，媽媽跟我說她許的願是和我要一個孩子，必須代孕。我沒有問過為什麼，我以為她怕疼。中途媽媽突然坐起來找手機，連上星鏈，說糟了。我問怎麼了？她說有個人要威脅我，問了3天了，我一直沒回。我說要多少？她說不用你管。她打字打了很久，刪了改，改了刪，打完把手機扣在腿上，過一會兒又翻過來看。我問那人是誰？她說以前跟我一起的財務進去了，扛了事兒，出來走投無路，一定要找我。我說
乾脆報警抓了。他看了我一眼，你不懂。我說你給了嗎？他說给了多少？8萬。我說这個也用得着想3天。他沒說話，那天剩下的時間他一直沒怎麼說話，落地了才睡着。最早到索尼瓦賈尼的是媽媽的箱子，30個人的行李，小飛機裝不下，分了3架。媽媽只有一隻箱子，單獨一架。她說不要和別人的放在一起。索尼瓦賈尼是出了名的 No news, no shoes。媽媽放心了，酒店管家、保鏢、助理一共配了26個人，還有2個無人機手遠遠跟着。助理們又開始貼膠帶了，空調的燈、插座的燈一遍又一遍。晚上我們像交換暗號一樣交換了彼此的前任，就像一個王朝在核對年號。媽媽不願意有任何差池，不過媽媽有個禁忌詞，那個運動員不能提，我沒提。雖然我知道媽媽背上的紋身是因為運動員紋的，可能因為太大了洗不掉。她說現在我們是一家人了，我爸媽把我養這麼大不容易，你得給彩禮。我說好。她報了2個名字，景國慶、田心愛，和2個賬號，3000萬人民幣，我轉了。那2個名字我是在那40幾頁裡第一次見到的。過了一會兒，她把手機遞過來給我看，田心愛回了2個字，收到。有一次媽媽說，你知道我要這些東西的時候在想什麼嗎？我說什麼？她說我在想你會不會有一次說不。我說不會。她說那就沒意思了。我想我又有什麼做不到嗎？太無聊的時候，我在擺弄那張2007年的 QQ 圖片，想傳到新設備上。媽媽把頭湊過來，你怎麼背着我存別的女人的照片？這是誰？我沉默了，什麼也沒說。她看圖太糊了，就去忙別的了。那天晚上我把那張圖刪了，第二天又從舊手機裡找回来了。媽媽手機也刷個不停。我問她看什麼，她說沒什麼，就是四番位的那些破事。四番位一部戲只能有一個明星排第一，男一女一也只能有一個人排第一。我說無聊啊，她說是啊，更難的是有时候剧組夫妻一進組40-50天，一般和一個男的拍戲，晚上做愛，白天還要四番位。我說太反人性了。她說是啊，不過拍完戲了，無論之前做過多少次愛，就當一切都沒發生。然後他又看了半個小時。2026年1月2日，索尼瓦賈尼，新的一年，我向媽媽求婚了，是1月1日早上決定的，戒指在香港，島上沒有賣戒指的地方，助理坐水上飛機去了馬累，下午回來，戒指裝在一個酒店的信封裡。媽媽說鑽戒太小了。媽媽說沒事兒，以後補個大的。另外你能來北京嗎？我沉默了，她以為我不想去。媽媽說你為什麼對我這麼好？我說因為我喜歡你。她說那你以前對別人也這樣嗎？我說沒有。她笑了一下，沒說話。有一天早上我醒得早，她不在床上，我出去看她坐在露台上，對着海，整個海是黑的，沒開燈，天還沒亮。我問她怎麼起這麼早？她說我在算日子。我說算什麼？她說你回去睡吧。我在她旁邊坐了一會兒，不知道說什麼。後來我回去睡了，我在醒過來的時候，她已經化好妝了，在馬爾代夫待了14天，沒有一個人認出她。第13天晚上在餐廳，她把墨鏡摘了，過了一會兒帽子也摘了，放在桌上，她就那樣做了一頓飯。隔壁桌是一對德國老夫妻，服務生是斯里蘭卡人，沒有人多看她一眼。吃完她把帽子帶回去了。媽媽說我們回去吧。我說不是還沒住夠嗎？她說太安靜了。回到香港，媽媽見了我父母。當天晚上她說家裡要籌備2家見面和婚事，盡可能多打點，還是景國慶和田心愛。我沒問為什麼，我說1天1張卡，限額100萬。媽媽說太慢了，賺5張卡，2個賬號輪着轉。轉到第3張的時候，我猶豫了一下，我還是轉完了。媽媽說效率太低了。我說過年把咱爹媽接到香港來一起過吧。媽媽說今年已經定好在海南過年了，明年吧。春節維港放煙花，來了100萬人，沒有他。
凌晨3點，我把父母送回去，路上很空，紅燈沒有一輛車在等，我還是停了。媽媽說先不見了，馬上去洛杉磯取卵了，手頭的事情要先處理完。媽媽又問能來北京嗎？我沉默了，她沒有說北京有什麼，我也沒問。媽媽說香港必須買一套房子，寫她的名字。我說好吧，情人節也沒見面。有一次她在電話裡說今天早上抽了8管血，我說這麼多，她說還好。我說辛苦啦，然後我們聊了別的。後來我才知道那種抽血要空腹，要在月經周期的第2天或者第3天，日子不能錯。她那天早上大概6點就出門了，北京的冬天天還沒亮，後來的檢查越來越多。我知道這件事兒是因為助理每月的匯總付款單裡多了一項，第一次出現是去年金額不大，幾千塊，後來每個月都有，有時候2、3筆。我批得很快，這類金額不需要我看明細，後來才知道那些是抽血激素6項 B 超 MH 要看它還有多少儲備，能取出來幾個，值不值得往下走，這些都是在北京做的。我不知道是哪家醫院，我也不知道他是自己去的還是有人陪。2月25日他落地香港，他說不去洛杉矶了，除非先看到香港的房子。我把过去半年看的10幾套房都發給他，他都嫌不好看。那10幾套房我一套也沒去過，是助理花了半年一間一間挑的，助理轉給我，我轉給他。有一套在半山視頻裡能看見維港，拍的是傍晚，有一個瞬間鏡頭晃了一下，拍到了拍視頻的人的影子在牆上。我看着那個影子想，這個人是誰？他今天走了多少路？看了多少房？他知不知道這套房是給誰看的？時間太緊，他還是上了去洛杉磯的 G7002 月28日飛到蒙太奇拉古納海灘。第8天媽媽打了電話，他那邊是下午，我這邊是凌晨。他說5000萬美元，我說讓我想想，他沒有說話。我聽見他那邊有海。過了一會兒他說好，他掛了。我認識他以來沒有對他說過讓我想想。我用 Cloud Code 讀 API 把所有現金資產跑了一遍，結論是對我不會有任何影響。我又核了一遍。我在 Cloud Code 裡輸入了問題。Cloud 說不要把這5000萬美元給他。我問他不再愛我了嗎？ Cloud 說對於愛情我不關心也不理解，但是你不能把這5000萬美元給他。我從來沒有拒絕過他，不是慷慨，是害怕，害怕下一秒的答案。而現在有人替我說了，我盯着那行字看了很久，讓我毛骨悚然的不是他聰明，是 Cloud 一點猶豫都沒有，他不為難。我當時想，這大概是更高的一種東西，人做不到這樣，他不再愛我了嗎？第2天他打回來，媽媽說還很大。我說是嗎？他說這層樓太大了，有回聲。早上有人來打掃，我躲在衛生間裡等他們走。我說可以不讓他們來。他說不用。他說診所問我孩子的父親什麼時候到，我說我可以派人過去。他說不用。然後他說想好了嗎？我沒有說話，不是在想，我沒有在想任何事兒。電話裡他那邊有海，我這邊是維港，兩邊都沒有人說話。我數了一下11秒。景天說行。景天說我知道了。他掛了。我後來無數次回想過，那2天他除了5000萬還說了什麼？還很大，這層樓太大，他躲在衛生間裡。就這些我全記得一個字不差。我記不起來的是他的聲音。他說我知道了的時候是什麼語氣？我想不起來，後來我就不想了。我把手機放在床頭櫃上，屏幕朝下，然後我做了一件事兒，至今不知道為什麼。我把手放在胸口數了一下，心跳很穩。我又數了一遍，還是很穩，1分鐘60幾下，和平時沒有區別。我坐在那裡，手按着自己的胸口，像一個醫生在給別人做檢查。我想原來是這樣。那天剩下的時間我什麼也沒幹，我在房間裡待到天黑又到天亮，看着維多利亞港從藍色變成灰色，再變成黑色。早晨6點，維港對面的金融中心一棟一棟的開始亮燈，
中間助理敲過一次門，問晚餐怎麼安排。我說不用了，我沒有哭，我一直在等我哭。後來助理跟我結賬，裡面還有一項是特納里費的酒店賠償。我們走了以後，膠帶又貼了幾天，沒人告訴他們不用貼了。酒店說貼得太久，次數太多，窗框上的膠痕清不掉，那面玻璃要整塊換掉。我說批了，那面玻璃朝着大西洋，賬單裡飛機燃油那一項比蒙太奇那一層樓還貴。我問了一下，助理說A30是按200人設計的，我們只有30個人，太輕了，起飛的配平不對，所以每次都要多加油，加到夠重為止。到了地方多加的那些又不能留着，得放掉。我說每次都這樣，他說每次都這樣。還有洛杉磯診所寄回來的一個箱子，8天的促排針要冷藏的，一直沒拆。還有代孕機構的定金20萬美元不退，代孕的人1月就定好了，加州人34歲，生過2個，檔案裡有他的照片，我沒看過，他1月就準備好了。景田走後，我把那張2007年的照片翻出來看了一次，19年了，設備像素越來越高，而這張圖仿佛像素越來越低，臉都是糊的。我放大看了很久，想找出他和後來有哪裡不一樣，一處也沒找出來，因為那张照片本來就看不清。有一天我用指甲刀剪指甲，剪完摸了一下，是尖的。我想起来抽屜裡還有那個東西，他留下的，我拿出來磨了2下，不对，他說過要順着一個方向，我忘了是哪個方向，我把它放回去了。我的指甲現在還是磨人的。有一天早上，手機弹出一個提醒，是助理去年排日程的時候設的預產期前3個月準備房間，我把它劃掉了。他走了以後，我一直在想一個問題，如果那天我給了，他會留下來嗎？我想了很久，後來我把那份東西拿出來又看了一遍，40幾頁，然後我想起春節那天晚上在頂樓俯瞰香港維港的煙花，100萬人像潮水一樣湧來，煙花結束，100萬人退去，100萬人，每年都是這樣。凌晨3點的香港，什麼都沒有發生。